我建议你不要放在那里。我啊，还没地方放啊，你又在露营。对啊，你不是要讨论？Hello， 各位预言家的家人們，今天第165次搬家旅行，帶大家到哪裡玩？這裡是新北烏來的明玉山水露營區，也是二房。我最近就是走一個二房路線。然後為什麼今天在這麼熱的天氣來到這裡呢？因為我要來玩水，然後因為這邊離我們家比較近，所以呢，我就順便把我弟啊，然後圓圓他們就是叫過來，但他們等一下就回去了，我就一個人繼續露營这樣。好，今天的第一瓶是這個雪山金鑽零糖值的，熱衷零糖值的啤酒。我等一下沒有要吃東西，我要立刻加入他們玩水的行列，因為真的好熱哦！哇，搭的那個大粒瓜、細粒瓜這樣，不過風吹過來其實是蠻舒服的啦。對，只是因為剛剛勞動了一下。那今天呢，我把天幕換了一個方式搭建，然後等一下也會跟大家介紹今天的營位配置跟為什麼這樣子搭天幕。那趕快喝一喝，我要去泡在溪水裡了。哇，真的是好熱啊！我要去玩水了，前面就是小溪流，走吧，一起去玩水吧。午餐時間，為什麼穿泳衣在這裡烤肉呢？因為等一下我還要去玩水。其實我很少在露營的時候烤肉，比較少啦，因為一個人通常吃不了那麼多東西嘛。那今天因為有家人跟我一起來，不過他們等一下就要回去了。
哦，這個溪水真的超讚的。等一下呢，我要再下去玩水，再來換衣服。乾杯了！哇！我弟跟他兒子還在下面玩水。那今天會來這個明玉山水露營區呢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在烏來這邊嘛，然後我們開車過來這裡其實都蠻快的，所以每次都一個人露營，沒有跟家人在一起玩，所以今天呢就難得帶大家一起來這裡玩。香噴噴的烤牛肉，其實來露營有時候烤肉也蠻有趣的。哦，我要再去加入我弟他們玩水的行列了。今天的營位配置，我今天呢在這個明玉山水，那因為它是長條形的露營位，然後也是要保留車道，所以我把天幕呢搭成另外一個模式，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來。然後今天睡行軍床帳篷，然後前面就是客廳，所以其實這個模式呢也不錯，挺好的。那我這次呢搭的跟上次不一樣，上次在露營區，這次在野營區，然後還有昨天的露友他們還沒有回家的。野營區的前方就是好玩的溪流啦，然後一熱你就把自己泡下去，然後再上來這樣。手搖的嗎？的特別嘉賓，他們等一下都要回去了。好喝的咖啡，來個下午茶。在這邊聽溪水的聲音，真的超讚的。要幫他打馬賽克，打馬賽克。那是我弟的兒子，我的兒子在後面。他自己打馬賽克了。其實因為這裡的海拔不高，所以說真的坐在天幕底下還是會有一點點熱，但是有風啦，風吹過來是還蠻舒服的，不至於到悶熱，因為有風。對，那不過因為沒有關係，這裡呢是有一條超棒的那個溪流。所以大部分時間其實我都泡在水裡面，就不會熱了。好，我們現在來吃下午茶。其實現在已經也快要5點鐘了，但是夏天嘛，今天是夏至，夏天那個天黑的比較晚，晚一點再吃晚餐。我的箱子掉了，沒關係，撿起來就好了。
吃晚餐了，到底是收雲泡多少錢？每個禮拜都喝雲泡，沒有收錢，好不好？一瓶48塊，而且好像目前還沒有特價。哦，因為它喝起來那個清爽感。當然，如果願意的話，就是請洽本頻道。乾杯哦！我目前呢是有路由的，然後路由他們很開心的在溪邊放音樂，不過還好，就是那個水流聲也非常大聲，所以其實就隱隱約約聽得到。今天是創意料理，為什麼又吃鮭魚？其實是因為我們不是下午就是家人有一起來，然後在那邊烤肉嘛，然後本來是有一些食材可能是晚上我要煮的，那後來中午就烤掉了。這個米紙海苔卷好好吃，就是外面如果可以讓它再酥一點的話更好吃。然後我沒有放任何的油，我的油就是鮭魚的油。這樣很好吃欸。因為海苔有鹹，然後 cheese 也有鹹，所以我就沒有額外再加放鹽巴這樣。這個也是減脂期可以吃的。明玉山水這邊沒什麼蚊子，也沒有什麼蒼蠅，但是因為現在晚上就開始會有一點點小蟲這樣。然後晚上了，基本上呢就沒有那個悶熱的感覺，然後電風扇吹一下，還蠻舒服的。它流湯，它裡面為什麼會流湯？這米紙真的是很神奇的食物欸，它可以變成好多東西哦。它鮭魚還是會有刺，所以如果要給小朋友吃的話，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，就是刺的部分。這道料理成功。其實我也蠻會料理的嘛。好心虛的笑。上一支影片問大家，就是對於那種單人錄影的影片，然後是要安靜的好，還是一直講話的好？然後可能是因為是我的受眾的關係吧，所以大家都說就是希望可以講話這樣。這樣的調查不公平，因為你們就是本來就是我的受眾，你們本來就喜歡聽我碎碎念這樣，然後酒喝了之後就又更喜歡碎碎念。講一下這邊的訊號，台灣大哥大非常飄渺，中華電信滿格，好不好？因為今天有家人一起來，中華電信滿格，台灣大哥大虛無縹緲，就是你要那個手機拜天公這樣子。不過呢，出來外面嘛，就是盡量的可以不要有3C就不要有3C，但好難哦，就是不要說小朋友，連大人我本人就是一個重度手機控。我們來吃晚餐咯。洗完澡了，今天晚上的宵夜海苔，因為其實真的好飽哦。分享一下明玉山水露營區的衛浴，當然它不是那種很高級的衛浴，可是它的熱水很穩定。下午玩水的時候我已經有提前沖過一次了，然後今天沒有洗頭的原因，因為我實在有點懶得吹頭髮，反正玩水的時候已經把頭髮洗過一遍了，然後就不喝酒了。我今天喝的有點多，下午就喝
喝了2瓶啤酒。其實這個海苔不是我特別帶的，是我從我弟車上收過來的。所以晚餐的那個鮭魚卷其實是臨時起意的。不知道大家露營的時候會不會在冰箱裡面有很多食材？其實我冰箱常常都會有在便利商店買，然後帶來又带回去的東西。現在裡面還有炒飯，本來是就是要弄給他們吃的，那可是他們就不想吃炒飯，所以那其實來烏來這邊露營啊，像我之前去那個福山打卡，我就先在老街買食物，然後再進去。對，所以其實也可以先去老街那裡覓食。那明玉山水它其實離老街非常的近，大概從老街開過來10分鐘左右就可以抵達，算是交通距離還蠻近，然後蠻方便。那就是過了老街之後呢，它的路就會稍微比較小條一點點，可是我覺得都算還好啦。就是如果你常常去露營，然後往山區跑的話，其實這個路就是算非常好走的路了這樣。那因為沒有要吃宵夜，所以我等一下也會比較早睡覺。那個溪流的聲音超催眠的，就先晚安，明天早上見嘍。家人們早安吶！哇，昨天在明玉山水睡了一個晚上，好喜歡那個白噪音哦。然後有眼尖的人發現我的天幕降下來了嗎？因為現在太陽就是從東邊嘛，然後會有點曬到那個天幕底下，所以我就把天幕放下來了。那今天的早餐，丹麥吐司烤太容易失敗了，所以今天換一個。我覺得這個樂壓吐司盤真的很好用，值得擁有。這是昨天在便利商店買的雞蛋沙拉，好舒服的地方。不過這裡的營位費不便宜哦，這邊的營位費的話是1600。對，我那個時候訂位的時候，那個營主說：“哦，我漲價了哦。”我說 ：“OK， 好，沒有關係。”因為會選擇來明玉山水，最主要就是因為離家比較近嘛。然後除了我自己可以享受露營這件事情之外呢，也是應該要跟家人互動一下。那這裡的營位呢，它是長條形的，所以大家帳篷呢都是要靠一側搭，另外一邊的話就是要留車道。所以如果來明玉山水，你是假日來的話呢，就建議你不要帶太大的帳篷，對，小小的就可以了。然後搭配一個客廳啊，或是天幕。然後基本上呢，我這個位置是蠻好的，就是它剛好有一個樹蔭。那可是蠻多的區域呢，就是會曬到太陽的，對。那但是呢，
因為白天基本上你都會待在溪水裡面，在溪水裡曬太陽，對，所以就我覺得還好啦，对，然後自然環境是非常舒服的地方。我們來吃早餐吧，喝咖啡，摩卡壺的咖啡，真的是一般濾掛是沖不出來的，對，味道完全不一樣。所以，如果你的空間許可的話，這個摩卡壺，我用了它快2年了吧，我真的覺得蠻好用。我其實在家裡面自己煮咖啡也是會用摩卡壺煮咖啡，煮出來真的非常非常的濃郁。好，我們來吃早餐嘍。又是乾燥撤收的一天，今天當然沒有意外，是乾燥撤收。然後我們來講一下這個明玉山水露營區，這是我第2次來。然後上一次來的時候呢，就是天氣不好，對，我的收屍帳的其中一次，它也不算呢，因為我是來的過程中都下雨，但是我要回家的時候它就陰天了，然後天幕呢其實是收蠻乾的狀態。那一次是用車宿的方式，那這一次的話呢，我是睡行軍床帳篷嘛。那前2路呢是車宿，然後這一路是就是睡行軍床帳篷。我覺得其實單人露營怎樣都可以啦，因為我算是還蠻好睡的。那明玉山水露營區的話呢，其實是會推薦大家平日來。我自己覺得，因為它這裡的環境很好，然後營主也很熱情開朗，然後最棒的就是那個小溪流嘛。可是因為現在帳篷普遍大，所以如果說你真的要來這裡的話，你要記得就是不要帶太大的帳篷，然後可能搭配個就是客廳跟天幕。那一般來說5×8的話，因為營主昨天有說，就是5×8其實是還可以的，沒有問題。對，然後它就是單邊搭帳，那另外一邊是車道。那為什麼說請大家就是平日來呢？因為平日來就是悠閒啊。那接下來是不是就是暑假了？暑假的話帶小朋友來這裡玩水，然後可以露營，對，然後離老街又很近。然後這裡的水流呢，其實當然可能天氣也不錯，所以我覺得水流相對是還蠻安全的。那不過當然戲水就要注意安全哦，不要覺得啊我仗着自己会游泳啊還是什麼的。對，那它這個區域就是這一段的區域，基本上是到大人的，就像我164公分，大概到大人的就是胸口這裡算深的。所以如果你是小朋友的話，或者是小朋友，真的還是要大人一起陪同玩，不要讓小朋友自己去溪裡面這樣。那整體来說的話，我個人是覺得還蠻舒服的一個環境，就推薦給大家咯。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，請記得按讚、分享、加訂閱，還有開啟小鈴鐺，也可以上我追蹤原家的移動城堡跟我們的 Instagram， 就可以找到更多即時吃喝玩樂訊息。看影片的同時，不要忘了給我熱推哦。那我們下期影片見啦，拜拜。